我生产时痛得死去活来，医生建议打无痛针，婆婆以怕伤到孩子为由不让打，老公心疼钱不签名，最终我疼了1天1夜生下了女儿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都说女人生孩子可以看出婆家人对你的态度，经这1天1夜的疼痛挣扎，也让我彻底的清醒了。婆家的人靠不住，生完孩子后的我虚弱不堪。我并没有像网上那个宝妈一样那么悍，孩子一落地就抄着鞋暴打一顿老公。我看着旁侧睡得跟猪一样的丈夫梁浩，如果能暴打他一顿，确实是挺解气的。网上那个强悍的女人肯定有任性的资格吧？可是身为孤儿的我什么都没有。咿呀，旁侧婴儿床睁着大眼睛咿呀咿呀的女儿让我心头一顿，我心里升起一股暖流，忍不住伸手用指尖搓了搓她软嫩的脸颊。咿呀，她小手抓住我的指尖，软乎乎的触感让我软了心房。是啊，我还有女儿。第2日，婆婆便打电话给梁浩，催促着可以办出院了。不用说，又是怕多交住院费。婆婆昨晚上知道我生了个女儿后便走了。梁浩沉默地开着车，从头到尾没开口说一句话。我木然地抱着女儿，任由腹部传来一阵阵宫缩的痛。回到小区，梁浩兀自下车，自顾自地走向电梯。我下车看着2袋行李，眼见前面有车驶来，我面色惨白地蹲下身，呻吟着，一声惨过一声，一声车门关上的声音，随后便传来一女子的惊呼声：“梁太太，你怎么了？”我转头，疼。女人是与我同一单元的，住在2203房，叫秦芳，是一个自立自强的单身女性。秦芳忙上前来扶我，她瞥了一眼在电梯前背着身的梁浩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大声惊呼着：“梁太太，你这是刚生完孩子啊？你老公呢？他怎么好意思让你一个人抱着孩子？”梁浩转过身，忙几步跑了过来，将我扶了起来，抢过手里的女儿，对着秦芳讪笑了声。我刚刚先去按电梯了，哪知已经他就下车了。说罢，又转向我抱怨着：“不是让你在车上等吗？”我低垂下头不语。秦芳不满地对着梁浩叮嘱了句：“女人生孩子是从鬼门关闯一遭，你这做老公的照顾好你老婆。”说着，他伸手抱过孩子，不容置疑地道：“你背着你老婆，我帮你抱孩子。刚生完孩子不能走路。”又瞥了眼车内的2大袋行李，不满道：“真是的，你妈呢？你老婆生孩子出院这么大的事，居然没来帮忙。”梁浩悻悻然地背起我，讪笑着：“那个，我妈在煮鸡汤，等着已经呢。行李我等会再下来拿。”我回了家，等着我的不是鸡汤，而是一包方便面。我沉默地将方便面吃完，便抱着女儿进了房间。梁浩也没有再下去拿行李，孩子的纸尿裤用品都在那里，纸尿裤饱了。我沉默地打开衣柜，将梁浩的棉布里衣拿出，剪成几块当尿布。女儿很赏识地在上面拉屎又拉尿。我把换过来的尿布扔到卫生间的洗手盆里，很快外面便传来婆婆的叫骂声：“郑以静，你死人啊！孩子的尿布你不洗，还扔得到处都是！”砰！我抬头看着怒气冲冲推开房门的婆婆，淡淡地道：“医生说我不能碰凉水。郑以静，你以为你多高贵？不过就是一个没人要的贱种，贱种生贱货，你还高贵上了，还不能碰凉水？呸！”我看着眼前这张狰狞扭曲的脸，真像恶鬼。你是说你儿子是贱种？
婆婆双眼暴睁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的声音仍是低低的，无波无澜。不是你说的见种生见代。你……婆婆气急了，伸手就想掐我，我一翻身躲开了。我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任她掐了，每次被她掐得青一块紫一块。刚开始我还会梁浩说，可梁浩总是敷衍着。我妈她就那样，她是长辈，你就让她一下吧，她气消了就不掐了。呵，说的好像是掐猪肉一样。是啊，本来就不是掐在她身上，她哪知道疼啊？婆婆满脸不敢置信。你还敢躲？我只是淡淡的盯着她，不语。吵什么？我昨晚上一晚上没睡，你们不知道啊？我嘲讽一笑，明明睡得跟猪一样。婆婆狰狞的脸一转，变得可怜兮兮。刚想告状，婆婆手上的尿布却让梁浩疑惑，这尿布怎么那么熟悉？我眼观鼻，鼻观心。梁浩不顾臭味，凑上前细看了会，转头怒看着我：“你把我的里衣剪了当尿布，没纸尿裤了。”我应着。梁浩怒吼道：“你知道我这件里衣多少钱吗？”呵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梁浩穿衣喜欢舒服，尤其是里衣，每件都得上千。婆婆显然是不知道的，还问：“很贵吗，儿子？”梁浩看着那被我剪成几块的里衣，心痛着：1800多一件啊，能不贵吗？呵，不贵怎么能垫我女儿的屁股？婆婆一听，就狰狞地扑向我，我又闪身躲开，却被梁浩一把扯住，啪的一声，脸颊处传来一阵刺痛。你这败家的娘们！身后又被我婆婆堵住。一下一下的刺痛从我身上传来，啪！我的右脸又挨了梁浩一下。哇！似乎是感受到我的无助，女儿的哭声响彻房内。我猛地推开他们，朝门外跑去。我一把打开大门，大声地呼救着：“救命！救命啊！”很快，左邻右舍的门便打了开来。谁喊救命啊？我几步踉跄地跑向隔壁的大妈大爷跟前，扑倒在地，大哭着：“呜，救我！我老公和婆婆他们打我！”说着，便抬起火辣辣的脸。大妈惊呼了声：“造孽哦！怎么打成这样了？”刚跑出来的梁浩与婆婆脸上还满是狰狞之色，一见通道上站满了左邻右舍，瞬间蔫了。我又大声哭着：“我刚生了女儿，他们不喜。”呜，什么？你还刚生完孩子？大妈又是惊呼。对，我记得她前几天还带着肚子呢，这是刚生完了，这简直不是人，坐着月子，居然还动上了手。生女儿怎么不好了？就是不喜欢，也不能家暴吧？这就是畜生！一时间，指责声四起，众人都满是鄙夷不屑地看着他们母子俩。梁浩否认着：“不，没有。”但在我那高高肿起的脸颊上却显得苍白无力。大妈将我扶了起来：“这还没有，脸都肿成这样了，真是可怜见的。他还给你生孩子，你怎么就下得了手？”婆婆恼羞成怒，脖子一梗，又拿出她蛮不讲理的态度：“我们教训我的儿媳妇，你们这些外人管什么管？走开，都走开！”说着就气势汹汹地扑向了我。我浑身颤抖地躲在大妈怀里，双手紧揪着大妈的衣服，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。果然，大妈心疼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没事啊，闺女，大妈今天就护着你了。”我躲在大妈怀里瑟瑟发抖，一直站在旁边的大爷挡在了大妈的面前，怒喝一声：“我看你敢！”婆婆微微缩了缩肩膀，倒退了一步，竟被大爷唬住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大爷转向大妈：“老婆子，报警！”梁浩忙上前想阻止：“别！”可他一上前，就有几个愤怒的邻居同时上前堵住了他，最终还是报了警。警察一来，
就对梁浩与婆婆一顿训斥。待转向我时，我就呜呜哭着叫疼。没办法，他们只好将我送去医院。诊治我的医生姓马，也是女的，对我是深感同情。在我的祈求下，马医生加油添醋地加重了我的病情，一定要住院观察。我和女儿住进了医院，我在医院里做起了月子。婆婆与梁浩在警察再三的警告下，如果再有虐待我的行为，就将梁浩刑事拘留。婆婆非常不情愿地1日3餐送医院，理由是马医生说外卖和食堂的高油盐饭菜不适合产妇吃，产妇还要吃有营养的。马医生时不时的还来检查下我的饮食，时不时的跟我婆婆点起了菜单。监督我婆婆的还有同一个病房里的病友，只要我的饭菜稍简单一点，就会在我婆婆面前啧啧摇头。这样几次后，碍于面子的婆婆是半点掺水都不敢。我在医院直接住到月子初，我是被养得白白胖胖的，奶水也足，女儿也越长越水灵可爱。期间，梁浩只过来看了我2次，每次还都是被医院催着欠费，他过来缴费的。他每次来那张心疼又得故作大方的脸，我心里莫名的暗爽着。我知道费用一定不低，倒是隔壁的大爷大妈还频繁的过来看我，每次都带着新鲜的水果。我嫁给梁浩，因为身世的原因，再加上经常被他们母子欺辱谩骂，我是自卑又自怜，对于邻居从来都不走动。虽然大爷大妈就住我隔壁，但我却不了解，每次遇到也是点个头，连交流都没有。可没想到，就是点头交的邻居，却给了我人生中最大的善意。还有马医生、病友，原来有些事真的不是忍让就可以得到善解的。有些人，你是越忍让，他们就越得寸进尺。出了月子来也出院，梁浩难得的过来接我母子俩。我一进家门，便见一个乱得跟垃圾堆一样的家。婆婆翘着2郎腿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，她屁股下大概是唯一没有脏乱的一块。她淡淡的睨了我一眼，声音却是尖锐：“哟，我们的大小姐回来了，可是不简单啊，跟镀了金似的，愣是让我伺候了1个月。”我不理她，兀自抱着女儿进了房间。果然，房间也一样乱成一团。梁浩将行李放下，就对我说：“回来了就收拾一下，乱得跟什么一样。”这语气是抱怨我不收拾一样。感情我人在医院里，还得回来收拾房子。我一股脑将女儿塞给了他，就打开衣柜，拿出新床单换上，在房间里一通收拾后，转后就见梁浩难得的逗弄着女儿。这大概是他第1次正眼看女儿吧。这个父亲做的可不是普通的失败，才这样想。婆婆尖酸的声音立马响起：“这女娃子就是赔钱货，有什么好报的？真会气！”我气乐了：“妈，说的你好像不是赔钱货一样，你不一样会气。”婆婆面目一拧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这贱货！”边骂边向我扑来。我机灵闪身躲开，同时淡淡的说了句：“你如果还敢动粗，我就去医院。”婆婆身体一僵，又转向梁浩哭诉：“儿子，你看看你媳妇像什么样，都欺负到我头上来了。”梁浩无奈的低吼一声：“妈，你消停一下行不行？我抱一下我女儿怎么了？”又转向我：“还有你，少顶嘴。你没看见家里多乱吗？快收拾一下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收拾好了，去做饭。”我冷冷一笑，抢过女儿，转身就出了门。关上的房门掩下了婆婆尖锐的叫骂声。我懒得理，走到了隔壁，敲响了门。开门的大妈一见是我，笑眯了眼，将我迎了进去。大爷在沙发上看报纸，
一件事，我忙起身，抱过我手里的女儿，开心地逗弄着。大妈忙拉着我的手问道：“我怎么听见隔壁又传来吵杂声？他们又欺负你了是不是？”大爷也抬头看着我：“他们打你了？”看着他们关心的面容，我心里一酸，红了眼圈。明明刚才面对他们母子二人时，我都不觉得委屈，可是二老的关心却让我心头酸楚。我忙摇摇头，他们不敢再打我了，就是家里乱糟糟的，他们要我收拾，我不想收拾就出来了。大妈心疼地拍了拍我的手：“不收拾就不收拾，一看就是你那刻薄婆婆故意的，她想为难你。”大爷忙接一嘴：“她为难你了，你就过来我们这儿，不理他们。”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垂下头：“就是打扰到你们二老了。”大妈呵呵直笑：“我们儿女都不在身边，你能来，我们不知道多高兴呢。”“就是，爷爷也想小囡囡了。”呵呵。大爷逗着女儿直乐，大妈笑呵呵的脸变得严肃：“闺女。”大妈多嘴一句：“就你那婆婆与老公，你真的要早做打算了。”我心里何尝不是这么想的，可我得面对现实。对着这张关怀的脸，我第一次敞开心扉：“大妈，我12岁父母就车祸死了，我被亲戚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，寄人篱下的日子让我自卑内向。初中还没毕业就出来打工，打工多年也就攒了8、9万。跟梁浩恋爱后，在他的甜言蜜语下，还将钱给他一起买房了。我垂下头，结了婚。我做工的钱每个月都在梁浩的手里，直到我怀孕才没做事。不怕你笑话我，我手头连3000块钱都没有。”大妈拧紧眉头：“房子有你的名字吗？”梁浩可能是为了安抚我，或是以为我不会跟他离婚，房产证上倒是加了我的名字。那就好。一直逗弄女儿的大爷此时插了句：“这种情况先不能跟他们闹掰。”我定定地应了句：“我知道。”婆婆几次想刁难我，她故意将房子搞乱，我就收拾自己的房间，其他地方我不管。她让我做饭，我就去隔壁大爷大妈那里吃。她故意做菜做得难吃，我也扔下碗筷就走。她骂我，我不应她，反正不往心里去，我也不会少块肉。久而久之，她也觉得无趣，她又不敢再打我了，拿我没辙。她只能在梁浩面前告状。梁浩的处理方式永远都是让我忍让他妈，我不搭话，也不搭理我婆婆。久而久之，梁浩也烦天天一回来就告状的婆婆。婆婆被梁浩狠狠地凶了一次，倒也是收敛了些，少了些作妖，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。女儿9个月了，戒了奶，我想上班，孩子让婆婆带。婆婆想也不想地拒绝了，我也懒得再说，也没跟梁浩商量。因为戒奶这几日，女儿哭闹不休，怕吵的梁浩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。次日，我把女儿的衣物、奶粉、纸尿裤都搬往隔壁，大爷大妈帮我带。大爷大妈忙不迭地答应。本来他们退休的日子就无聊，儿女孙子又都在国外，有女儿陪他们，他们也乐得合不拢嘴。就这样，我白天出门找工作，晚了就回去大爷大妈那里接女儿。这天，我又盛情难却地在大妈那里吃了晚饭，才抱着女儿回来。一推开门，就见多日不见的梁浩黑着脸坐在大厅，旁边还有一脸幸灾乐祸的婆婆。这情景我已经见怪不怪了，肯定又是婆婆告我状了。哟，舍得回来了，这家都已经跟旅馆一样了，你怎么不在隔壁住算了？婆婆说话永远的阴阳怪气。我淡淡的应了声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怎么，有人跟你撑腰了？你现在说话可真是硬气了，再也不唯唯诺诺了，是不是？婆婆的话让梁浩的脸更黑了。
我再添一把火道：“我以为你们知道了。”梁浩终于啪的一声站起来：“你是真硬气牛逼了！我不教训教训你，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了。”我几步上前，冷冷地看着他：“怎么还想打我？”梁浩满脸阴沉地扬起了手：“你打他儿子，再不调教，他都不知道南北了。”婆婆在旁兴奋地怂恿着，我不躲不闪，面色冷凝。就连怀里的女儿此时也圆睁着眼看着他，他悻悻然地放下了手：“儿子，打呀，闭嘴！”他怒气冲冲地低吼了声。婆婆悄然地闭上嘴。我冷冷一笑：“梁浩的性我还不知道，外强中干，又死好面子。以前的我懦弱忍让，才会让他以为他能驾驭我。现在我稍稍强悍点，他哪还敢下狠手？更何况有警察警告在先，他也怕我再闹得人尽皆知，他就更丢面子了。”看着他们的面目，我突然觉得特没意思。你们又有什么事？直说，我不想跟你们吵。梁浩气冲冲的：“你现在跟我说话都不耐烦了，你还有点为人妻的样子吗？”我冷冷笑了声：“怎么样才算像为人妻的样子？唯唯诺诺，唯命是从。你说东我不能往西，你说西我不敢往东。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还得任劳任怨伺候你们娘俩，半句怨言也不能出。”梁浩满脸的理所应当：“哼，你不该这样吗？你是什么身份？你就是一个没人要的孤女。要不是我可怜你，娶了你，你有家吗？你到现在还是孤零零一个人。”又是这样的话，就是这样的话，他们母子俩不断地在我耳边说了几年，不断地打击我，让本就自卑的我连头都不敢抬起来，把我洗脑成一个对他们唯命是从、任打任骂的仆人。是女儿的出生让我醒悟，是大爷大妈的关爱让我再次重拾了自信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有一瞬间，我不知道当年我究竟为什么会喜欢他。就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男人，我居然想跟他过一辈子。我当年的脑子果然是不清醒的，可现在的我却无比的清醒。这样的男人，这样的婆婆，这样的家，我一定要逃离。我懒得再搭理他，转身想走。梁浩一把扯住我，终于切入正题：“等等，你为什么把女儿给隔壁的老人带？你去干嘛了？你知不知道这几天小区的人将我们传成什么样子了？”我倒来了兴致：“传成什么样子了？”这几日我早出晚归，我还真没有去听小区里的闲话。传我们？梁浩顿了顿，瞪了我一眼：“现在是说这个吗？我是问你为什么你不带孩子。”我冷哼了声：“你问我为什么你不问你妈？我要找工作，你妈肯帮我带吗？”梁浩拧紧了眉，转向婆婆：“他说的是真的，是妈你不肯带。”婆婆眼神飘离，面上又是一梗：“我凭什么帮他带那赔钱货？”我讥嘲了声：“所以我让别人带。”然后抱着女儿转身就往房间走去，耳里传来梁浩的怒喝声：“妈，那是我女儿，你是她奶奶，你不带让外人带，你知道外面传得多难听吗？说我们都是畜生，媳妇生女娃，不高兴了就打妈，还不带孩子什么的。你带孩子，他去上班挣钱，家里的开销他也能分担下。”这才是梁浩不反驳我的理由。第二天，梁浩便让我将女儿给婆婆带。我看着婆婆满脸不情愿的模样，警告道：“给妈带可以，但妈，你绝对不能虐待囡囡，让我发现，我一定报警。我也绝不会再让你带。”婆婆目呲牙咧，想哽一句，却被梁浩瞪了回去，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接过女儿。显然女儿对这个奶奶是也没好感，她一抱就哭。梁浩不耐烦了：“妈，你就不会哄哄吗？你看你怎么做奶奶的？”婆婆到底还是勉强的扯了个难看的笑：“那个，
乖呀。在梁浩的坚持下，女儿还是给婆婆带了。我知道，我现在也没办法反对，毕竟梁浩是女儿的爸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地挣脱他们的束缚，先决条件便是挣钱。我义无反顾地投入找工作中。我对工作并没有太大的要求，可是他们一听到我家里有一个刚戒奶的娃娃时，基本上考都不考虑就拒绝了。就在我气馁时，一间静雅阁的茶楼也招收服务员。我抱着试试的心态去应聘，没想到却见到了秦芳，他是这茶楼的老板。秦芳一件事我就应了，让我明天上班。第二天，我怀着忐忑的心去上班，秦芳却什么都没说，就带着我熟悉环境，熟悉工作的细节，耐心地教我茶艺。我以为我应聘的是服务员，可秦芳却要我这个一点都不懂茶的人做茶艺师。我诧讶之余，却更珍惜机会。我很认真地学，我知道这也是我重生的机会。茶艺要学，口才也要学，还要熟记所有茶的品性，更要熟识客人。秦芳也带着我接待客人，很多都是熟客，能上这茶楼消费都是有一定身价的人物，得罪不起。每个客人的姓名、喜好、习惯，我都默默地记在心里。这天下班，我刚想租辆共享电瓶车，上车，我抬头就见秦芳开着车停在前面。我上了车，默默地坐着。再怎么说他是老板，我多少还是有些忌惮的。车里沉默，有些许尴尬。想了想，我还是问出口：“秦姐，你为什么帮我？”这我想过好多次，就是想不明白。毕竟这茶楼福利这么好，有的是漂亮的小姑娘应聘吧？为什么找我一个生了孩子的妇女？因为我们住同一个单元。我可不天真，就连茶馆里的员工都知道秦芳对我特别照顾，他们还私下里讨论我是他亲戚，可我不是。他自嘲笑着，大概是同病相怜吧。啊，他转头看了我一下，又专心开车。我跟你一样，婚姻很不幸。我愣了下，那你现在？他娓娓细道，我跟我前夫大学便在一起了，可以说我们那时很相爱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们就结婚了。为了跟他结婚，我跟我父母闹掰了。我父母一开始就不喜欢他，说他靠不住。我轻叹了声，你应该听你父母的。他苦笑了下，褪去爱情包装的婚姻生活让我疲惫不堪，最后更是将我迷昏，亲手送入一个老男人的怀中。我忍不住一个恶喊，他为了钱。对，因为他创业失败，急需一笔钱周转。那个老男人是他的大客户，在一次宴会中看上了我。我骂了声无耻，秦芳却冷冷地笑了声。你知道我是怎么报复他的吗？我好奇了，这还有后续？我忙追问，怎么报复？我跟了那老男人3个月，报酬是帮我整垮他的公司。我猛拍了下大腿，漂亮。秦芳呵呵直笑，你不觉得我很脏，很龌龊？我气哼哼地应了声，还有比把老婆送给老男人更龌龊的事，他才脏，哈哈。秦芳哈哈笑着，眼里却有着泪花。我有些不忍，秦姐。秦芳笑了笑，我没事，这件事我从没向谁提过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你说了。我也笑了笑，秦姐，谢谢你信我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呵，你说也没事，我早不在意这些名声不名声了。我坚决地摇头。自那天后，我每天上下班都搭秦芳的顺风车。茶楼里的员工表面对我恭恭敬敬，背地里却不知道嚼了多少10根。我也不在意，对于我来说，在这茶楼站稳脚跟比什么都重要。上了1个月的班，也只是培训阶段，所以我才领了2000多一点的薪水，但这对我来说也是如同甘露。
我给女儿买了衣服、奶粉什么的，犹豫了一下，我又挑了2双鞋，不贵但舒适。我有些忐忑地将2双鞋拿到了隔壁。大爷大妈接过鞋的时候，先是惊愣，随后大爷笑开了颜，大妈却红了眼。我不安的心才放下，我知道他们是喜欢的。我大包小包回家，婆婆见状就知道我领工资了，见我买的都是孩童的物品，也红了眼。你这败家娘们，领工资不会上交吗？买这些东西干什么？赔钱货养大了就是赔钱的玩意。我全然当他放屁，兀自抱起女儿，查看是否有磕碰着了，身上有没有掐痕什么的。婆婆满脸铁青，不是，你这一天天的什么意思呀？女儿欢喜地生咯吱蹬小腿的模样。我知道她确实没有虐待女儿，但我每天还是要当着她的面检查。你天天赔钱货的骂，我能放心吗？你既然担心我打这个赔钱货，干嘛还让我带呀？你问梁浩，我没意见。我真是小瞧你了，隔壁那2个老家伙倒是对你好得很呢。你给他们下了什么药？我也可以给你下药的，让你也对我言听计从。妈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我冷冷睨了他一眼。你，婆婆气歪了嘴。怎么又吵了？你们能不能消停点啊？梁浩此时也开门进来，儿子，你看你老婆今天开了工资，钱也不给你，却买一大堆没用的。婆婆立马告状。梁浩面目阴沉地看着我，你发工资了，就去买这些有的没的。什么有的没的？你没看都是买给女儿的吗？不然我把我2000的工资卡给你，你1个月给我3000养女儿。我将工资卡扔桌上，梁浩不信，就2000的工资你也干？我嘲讽笑着，你以为我还是年轻单身女性，没脱家也没带口，生活自由？你知道我现在在外面找工作有多难吗？别人一听我有一个几个月的孩子，就不用我了。婆婆堵了句，我看你就是不想干累活，挑3拣4的，才找不到工资高的活。我回对，我带孩子。妈，你去找工资高的工作。婆婆横眉竖眼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老了，呵呵，所以你觉得生了孩子的我还有资格挑3拣4？他们当老板的哪个不是怕我被家庭孩子拖累，不能安心工作？梁浩挥了挥手，行了行了，确实现在的妇女也不容易找工作。他瞥了眼桌上的工资卡，有点嫌弃，那点钱你就自己收着吧。不过说好了呀，孩子的东西你负责，你以后不准跟我要钱了。我咂巴扎巴嘴，不情愿道：行吧。婆婆也很不情愿地收起想拿我工资卡的手，一个赔钱货要那么花钱做什么？我拿起工资卡，淡淡应了声我愿意，心里却轻虚了声，至少梁浩不会再觊觎我的一点工资了。茶楼的工资虽然是2000多，但茶楼赚钱的从来不是这么点工资，而是小费。茶楼里最好记忆的方静，1个月的小费就拿得到1万多，当然也有拿几千的。小费才是茶楼真正的收入，我得攒钱，只有钱我才有底气。我更加卖力的工作了，我的茶艺精进很快，秦芳便让我独自上岗了。因我做事稳重，外表恬静，茶艺也不错，我竟慢慢的被许多老板点名茶艺服务，拿的小费也逐步上升。我将这些小费另存一个银行，才做了大半年，竟有个小金库了。我沉住气，照这个速度，再攒1年，我就可以跟梁浩提离婚了。就算我得不到房子，至少也可以让他把我的钱还给我，女儿可以上幼儿园。我继续工作，我们母女俩的生活应该没有问题了。可最近我总觉得梁浩有些怪怪的，对我细声细气的，不太对劲。
婆婆也是，不再句句尖酸刻薄，每天下班居然会把饭做好，还是我爱吃的，更不对劲。这从不是他们的本性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绝对有问题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梁浩就拿了一份房屋转让协议书，哄着我签。我看着上面的内容，无非就是这套房子以后的话语权，全权归梁浩所有。什么意思？梁浩笑得假意，你看呐，这房子你现在也没办法帮我交房贷了，这不得是我一个人交吗？这既然是我交，这房产当然也是我说了算的。我冷笑了声，梁浩，你忽略一个问题，这房子的首付我也是出了10多万的，还有前3年我在厂里打工，每个月都有6、7千，房贷是用我的工资卡还的。怎么，你才还房贷还了2年，你就想着房子归你了？梁浩一噎，你怎么这么计较？别忘了我给你一个家，不然谁要你一个孤女？我呵呵笑乐了，我这一个孤女不用高价彩礼，不用婚礼3金就跟着你领证，你买房我还出了首付，还还了3年贷款，任劳任怨伺候你们母子3年，还帮你生个女儿。梁浩，你的算盘打得可真精啊！梁浩眼神飘忽，你不可理喻。我嗤笑了声，怎么说中你的心事了？什么我是孤女给我一个家？明明是你占尽了我的便宜，却还要说的施恩于我一样。梁浩，你真是无耻到家了！梁浩涨红了脸，恼羞成怒，你签不签？我脸一横，不签。他猛地拍着那张协议书，脸一横，满脸阴沉地威胁道：你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说着伸手就想来抓我，想强行让我按手印。早有防备的我猛地抓起水果盘砸了他脑袋一下，啊！他吃痛地蹲下了身。我忙抱起一旁的女儿就夺门而出，跑到隔壁猛敲房门。女儿吓得哇哇大哭。你这臭娘们！梁浩抚着头追了出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在睡觉的婆婆应该是听到声响也追了出来。我慌乱地拍打着大爷大妈的门，这要是被他们拉回去，被强迫按上手印，那这套房子就真的没自己什么事了。妈，快抓住这个臭娘们！梁浩还抚着额头，隐约可见有血丝溢出。喔喔！婆婆向我扑了过来，我心慌地倒退几步，哐啷一声，大妈中开了门。怎么了？已经。大妈望向那一脸凶相的母子俩，你们又欺负她。梁浩也什么都不顾了，大斥了声：妈，抓住她！婆婆狰狞地扑向我，双手扯着我往那边拉，大妈也忙扯着我，还一边大叫：老头子，老头子！此时梁浩也不顾头上的伤，上前来抓我，怀里的女儿被吓得哇哇大哭，大爷也出来了，加入了这场拉锯战。吵杂声把左邻右舍又吸引了出来，结果就是警察又来了。梁浩向警察控诉我用水果盘打得他头破血流，他只是一时气急想把我抓回去而已。警察看着梁浩头上的伤，无奈地转向我：怎么这次是你家暴了？我猛地扯过梁浩手里的协议书，递给警察同志，又给他展现了自己拇指上的红色印泥和手腕上的淤青。我哭诉着，他要强迫我签这份协议书。我是迫不得已的。什么协议书？警察同志拿起协议书就大致扫了一下，梁浩面色就像调色盘一样，又青又白又红。警察同志满脸鄙夷地看着他，好家伙，这是妥妥的霸王条款呀！这签下去了，你老婆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边哭边大声说着，这套房子我也出了首付，前3年的贷款都是我还的。后来我生我女儿没工作，她才还贷款的。
警察同志很不赞同，你这做法可不道德。大妈将我护在身后，什么不道德？他这是缺德，这样算计为自己生儿育女的老婆，我看就是畜生，就是畜生，真是世风日下，什么人都有。周围几名邻居大哥也附和着。梁浩面色难看至极，双眼恶狠狠地盯着我。婆婆呸了声：“什么生儿？她生的是儿子吗？她生的就是赔钱货，一个赔钱货还想要房子？呸！”这句话算是惹众怒了。几名邻居大哥跟着你一句我一句就对了回去。你这老太婆嘴里跟吃屎一样，你这老太婆才是赔钱货。那么喜欢男的，你儿子为什么要讨老婆呀？干嘛不找个男的算了？呸！男的跟你儿子也倒大霉了。几个邻居边对还边向我婆婆逼近，逼得我婆婆面色惨白往后退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跟你们说，打人可是犯法的呀！警察同志，他们要打人啊！在旁边的警察同志眼皮都没抬一下，我都没看到他们打人。有人动手吗？没有。几个邻居大哥又喝了声，可真是震耳欲聋啊！婆婆吓得抱头蹲在角落处。警察同志满意的点点头，没有就好，咱们可是文明人，怎么可以动粗呢？你们说是不是？是。婆婆吓得抱头求救。儿子。梁浩计划失败，阴沉着脸，转身大踏步走回房里，砰的一声关上门，也不理会还在角落处瑟瑟发抖的妈。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。过后我也没回那个家了，就先住在大爷大妈那里。我出倒个垃圾，大爷大妈都得跟着一个，就怕我被梁浩逮着了。秦芳听说了这事后找了我觉得你老公有问题，要不要查查？我帮你找人。我早就觉得有问题，只是无从下手。我忙问秦姐，你能帮我查吗？秦芳一脸你放心的模样，交给我。结果没几天，秦芳就拿出一封厚厚的信封给我，示意我打开。我打开，里面全是照片。饶是有了心理准备，看到照片的时候还是让我怔住了。照片里，梁浩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一个大腹便便的女人，不同角度的，出入不同地方的，他有外遇。秦芳又将一份复印件递给我，是一份结婚证的复印件，不是上面的黑白相片虽然很模糊，但也可以看出里面的男女就是照片中的梁浩和那女人，但结婚的时间是去年3月份，也就是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。还有就是照片上男的是梁浩，但名字却是郑谭，我一时不明所以。秦芳解释道，重婚，你老公可真不简单，用了2个身份分别跟你和那个女人结婚，哄你心甘情愿的一起买房又还贷，房子上有他的一半。我查了一下，已经有人要你现在这套房子了，他才想叫你签下那份房屋权的协议，好将那房子买掉，再跟你离婚，然后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。我气得牙痒痒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秦芳冷冷一笑，你老公从来都没想过要跟你长久，结婚就是想从你身上刮钱，恐怕那一个女的也是。我牙龈紧咬，谢谢你，秦姐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看着上面的地址，我去找那个女人。我去找了那个女人，女人见到我十分疑惑，我将结婚证拿给她看，她怔愣当场，好久才哆嗦地说着自己跟梁浩的始末。女人名叫王佳柔，是本地人，在春苑小区有一处房产，是父母留给她的财产。前年父母相继去世，她又刚刚跟男友分手，那段日子她的情感世界十分脆弱，是梁浩嘘寒问暖，一来二去，二人便在一起了。
在梁浩的诱哄下，二人结婚。他房产证上多了一个政坛的名字。我跟他说我前阵子差点被强迫按手印的事，他气得牙痒痒。如果不是我找来，恐怕不久也会是我的下场。我看着他大腹便便的模样，不免有些担心。他却苦笑了下，现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这个孩子是不能要了。我轻叹了声，这肚子至少有6个多月了吧，却无言以对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，事情开始往戏剧化的方向发展。我跟王家柔以重婚罪将梁浩告上了法院，法院在核实后将梁浩刑拘。我眼睁睁地看着梁浩被铐上手铐，带上警车，婆婆哭天抢地地在后面追着，追不着便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过后几天，婆婆每天都在房门口堵我，一见我就哀求我，让我撤诉，只要我撤诉，房子可以归我。他们什么都不要了，早干嘛去了，懒得再与他纠缠。梁浩我是告定了，我被他烦得受不了了，索性就不出门了。很快的便到庭审的日子了，秦方帮我请了业内很强的李律师。一审的结果是重婚罪成立，梁浩被判有期徒刑2年，当场就宣判我们与梁浩的婚姻无效，王家柔的房子归还给王家柔，而我的那套自然也归我。梁浩不服，上诉。2审却将梁浩判得更重了，原因是那个警察同志做人证，证明梁浩曾想强迫我签那份房屋转让的协议书。警察同志的证词那是有理有据，刚刚的。法官一锤定音，驳回上诉，再加多一条骗婚谋财的罪名，改判有期徒刑5年，立即执行，不得上诉。梁浩哭天喊地的被拉出了法庭，婆婆却哭天抢地的扯住我，大骂害人精。我扶开她的手，冷冷道：我跟梁浩已经再无瓜葛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你搬出去，否则我就请人帮你搬。他指着我的手颤抖个不停，却是满脸死灰，半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第2日，他便提着那个上初他来时提的那个布包，走到我面前，将钥匙递给我，面上再没有嚣张气焰，只剩突迷。他睁着浑浊的双眼，紧紧盯着囡囡，抬起手来想摸，囡囡却反身趴在我的肩膀上。哪怕他照顾了囡囡大半年，囡囡依然不喜欢这个奶奶。他有些悻悻然地收起手，对不起，照顾好囡囡。说罢便转身匍匐着身躯走了。我愣了愣，心里有些凄然。他来时是多么的风光无限，他那时是真的以为他儿子出息了吧？谁又曾想结局是他儿子进了局子，他还是如来时一样，什么都带不走。我搬回了住处，认了大爷大妈做干爸干妈，女儿还是交由二老带。我继续在茶楼上班，不用说，二老是欢天喜地的，我将二老当亲爸妈一样。我也再度在二老身上感受到亲人的爱意。上天虽然让我孤苦了10多年，也让我经历一段失败的婚姻，但幸得我遇到了他们，二老、秦芳，还有很多人的帮助，我走出了这段阴霾，日子终将越过越好的，我坚信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